大家好，我是哲嘉。今天想来聊一聊，就是为什么不该把某个技术栈当作团队的共同语言，还有被要求什么都会的时候，该怎么据理力争。我之前参加一个活动的时候，遇到一个其他公司的小主管，那他是说他要求手下的 RD，不论是做什么领域的，不论你是做前端、后端、UI 设计师、QA 还是 Data Scientist，都要学习前端当做团队内的共同语言。那我当时一听就是觉得很奇怪啦，但是也没有好好深入去想。那直觉上就是觉得是错的，但也懒得去争论。那最近我又有一个朋友和我抱怨，就是被主管要求什么都要会。那这个问题感觉就是常常听到，所以我今天就是比较认真的在想这件事情。那很多技术主管都是靠技术升上来的啦，那技术上可能是 Senior 或者 Staff Plus 等级，但在管理上过去可能没有好好精进这方面的技能，所以其实管理技能还是处于 Freshman 或者 Junior 等级。那我今天就是跟 GPT 讨论了一下，那也分享给大家。那 GPT 这边给的回答是，就是大家有前端的概念，会比较好沟通。但这又有个问题，就是为什么是选前端呢？为什么不是大家都会点 LLM 或者 Machine Learning？就其实还是不太合理。那我们继续往下看，为什么很多工程师觉得很奇怪？那他说前端不是好的通用语言，真正的通用语言应该是 System Design，然后架构这些。这个我就很同意，就是不论你做什么领域，你都是需要去系统设计，然后去了解整个软体架构。那你不去了解这些的话，就是可能就会一直卡在就是 mid level 等级，没办法一直往 senior 或者 staff 等级继续向上发展。那再来，他说会浪费专业化的时间。也就是如果说前端这个领域很简单的话，那就是没问题啊，就是大家都把它学一学，然后再去学自己的专业这样。但是前端其实是很深的领域，它就是不是单纯学完这3个语言就解决了，你还要这些 state management 嘛，然后 performance，然后浏览器行为，然后一些架构等等的。再来，他说什么情况下是合理的？他说小团队或者 start up，而且每个人都是 full stack，那这个就是合理的。但是 full stack 也分，就是如果你是1年以下，那大概就是前后端都会一点，样样通样样松这样。那某个领域要到很了解，应该大概要3年。那如果是3年的 full stack，大概就是会偏重前端或者偏重后端。那也开始去了解另一个领域，这样，但就是比较浅。那5年的 full stack 就会比较有实力一点，就是前后端可能就都蛮深入了解的。那他这边的描述，其实我觉得都还比较像是了解概念，没有到实作的能力这样。那他下面又比较重复了，他说共同语言最好是机身题材，然后架构这些。那我觉得 Vibe coding 也可以当做就是共同语言啦，就是大家都要会的。那这边总结其实我有点看不懂啊。他说大家都要会前端，多半是技术理解比较浅的管理思维。如果他的想法是大家都要理解整个 flow，表达合理，但表达方式很差，
那我们再往下看，他说主管可能想就是大家都可以快速做个前端 demo，然后是 prototype。哦，那这个我就是有点同意了，就是你不用就是一个很完整的前端，就是可以 demo 让客户先看就好。那之后的前端一定是要更专业的前端来做吧，就产品级的前端这样。那继续往下看，这边有重复了。那再来他说专业化会被稀释，就是大家都要再花心力去好好的学前端。那另一个专业可能就没办法弄到很强这样，大家都会一点，但没有真正很强的人。再来，他就再次提到前端其实是一个很深的领域这样。那再来，他说什么情况下是合理的？就是团队很小，就是人手可能不是那么充足。那这个就让我想到，我之前有个蛮厉害的主管，他说就是缺人才需要每个人什么都做。你如果人手充足，就是大家都做自己的专业就好了。那他说，如果产品是 SaaS 的话，那大家都会前端至少能破头牌，也算合理。但我觉得这个语气他应该其实不是很同意啦，就是大家都会前端。那再来就是说，如果中大型团队就是会有明确的分工嘛，那这时候还要求大家都会某一项领域的话，嗯，总之他就是说这其实是不太好了。然后下面就是对大一就是懂概念，但是不会到就是每个人都会实做所有的领域这样。那简单来说，他就是说不太合理，然后管理上的思维比较粗糙，通常不是成熟的做法。然后再来就是技术视野比较窄，这个我就有一些经验了，就是有的主管他是只会后端，那就会认为他不会的领域很简单，那就会要大家什么都会这样。然后他会，因为他知道他了解的那个领域有多难，那他就会觉得自己那个领域就是特别厉害，那其他领域就是很简单这样。那我相信很多人都曾经被要求过什么都要会，但之前没有好好的想过要怎么回答，所以当被问到的时候，没办法立刻组织语言讲出一个道理。那希望今天的内容对大家有帮助，在之后被问到这一类的问题的时候，可以想到这支影片的内容据理力争。那我是哲嘉，我们下次见。